一本据说写于唐朝的预言书，在沉睡了1300多年以后，忽然因为几件事的同时发生，被全世界华人疯传。第一件事是一位白头发的美国老人在全球镜头前握拳挥舞，跳出一支魔性舞蹈，全世界的运动员和网红都在模仿他，那支舞的名字就叫川普舞。第二件事是北京城里一位名字里带着公字的军人，在2026年1月某个冬夜忽然被带走。第三件事是越来越多人打开那本古书的第46项，惊讶地发现图画上那个握拳的老者，那段关于军人与白头翁的诗句，竟仿佛在描述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的现实。这本书叫做《推背图》，而这一切究竟是穿凿附会的巧合，还是1300年前的天文学家李淳风真的在星象中看到了什么？更诡异的是，当我们把这本东方预言书与西方最神秘的预言经典，也就是圣经中的启示录放在一起对照时，某些惊人的结构性吻合开始浮现。东方说拨尽风云始见天，西方说旧天旧地都要过去，新天新地将要来临。东方画了一个握拳的白头老者站在竹丛前，西方描述了一位骑白马的审判者手持利剑从天而降。这些预言真的在指向同一件事吗？今天我们不站任何立场，只用最完整的资料带你把这整件事从头到尾看一遍。准备好了吗？我们出发。先说这本书的来历。推背图相传是唐朝贞观年间，也就是大约公元632年前后，由太宗皇帝李世民命令2位当世最顶级的术数大师所作。这2位大师，一位是太史令李淳风，一位是相士袁天罡。所谓太史令，放在今天大概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兼气象局局长，再兼国家级智库首席顾问，是专门负责观测天象、推算历法，为皇帝提供决策依据的顶级官员。李淳风的数学和天文学造诣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他修订的林德历是唐朝最精确的历法，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历定级的人，把风历分为8个等级，比西方的匍匐风级早了整整1000年。而袁天罡更不必多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相术宗师。传说他曾经在武则天还是婴儿时，就一眼看出此子将来必为天下之主。当时武则天的母亲把他打扮成男孩抱出来，袁天罡仔细端详了一番，说：此子龙童凤颈，极贵艳也，可惜是男子，若为女身，当为天下主。一语道破武则天的女儿身，也一语预言了他未来改天换日的命运。据说李世民请这2位大师推算大唐国运，李淳风一推就停不下来，从唐朝一路推到了1000年之后，越推越兴奋，连袁天罡都看不下去了。最后是袁天罡从背后推了他一把，说天机不可再泄，到此为止吧。于是这本书就叫做《推背图》，取的正是推背这个动作。全书共60项，每一项都有一幅图，一段4句谶语和一段4句宋词。从第1项唐朝开国讲起，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一路推演到历史的尽头。而最令人惊叹的是，前面30多项中对应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准确度高的让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害怕到要销毁它。宋太祖赵匡胤拿到这本书以后吓了一跳，因为当中有好几项似乎暗示宋朝的命运走向。他立刻下令将书中各项的顺序打乱重排，制造大量假本流入民间，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分不清哪个版本是真的，以此消解他的预言效力。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甚至想以藏有推背图为理由治范仲淹儿子范纯仁的罪，结果神宗皇帝一挥手说：此书人皆有之，不足作也。意思是说，这书全国人人都有一本，你要以此治罪，那全国百姓都得关进大牢了。此后元、明、清各朝都对这本书严加查禁。但有意思的是，正因为不断有新的历史事件与书中预言惊人吻合，那些不准确的假本反而自然被淘汰，而接近真本的版本却越传越广，怎么禁都禁不住。所以现在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民国4年出版，
托名明末清初大文人金圣叹批注的60项版本，学者们争论它的真伪，已经争了上百年。维基百科上的措辞很明确，说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屡经修改，将已知的历史改成图谶加以笔附，并非原书具有预言能力。但也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这本书被篡改了多少次，它确实在某些项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精准的令人发毛，而且至今仍在不断应验新的事件。好了，背景交代完毕，现在我们把书翻到最关键的那一页，第46项。不过在翻到第46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看前面几项的战绩，这样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本书让那么多人深信不疑。就拿大家最熟悉的几个例子来说，第34项被认为预言了太平天国运动。图上画的是一个人站在圆形的光环中，谶语里有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太平天国的士兵蓄发不剃头，与清朝的留头不留发截然相反，所以头有发。而太平2个字直接点出了太平天国的名号。王杀王则暗示太平天国后期天经内讧，东王杨秀清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内部自相残杀。再看第39项，被认为预言了日本侵华。谶语说鸟无足，山有月，畜出生，人都哭。鸟无足是个岛字，山有月是个兰字，岛兰暗指日本这个岛国，畜出生更是直指日本的国旗意象，旭日东升。而人都哭则描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第40项被认为预言了国共内战和国民政府迁台。第41项被认为预言了文化大革命。第42项被认为预言了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一项一项推过来，与历史事件的吻合度高得离谱。当然，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说，这些吻合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已发生的历史倒推回去修改的结果。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毕竟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被篡改了无数次。但问题在于，现在我们面对的第46项描述的是尚未完全发生的事件，它究竟会不会应验，正在被全世界华人及时验证。所以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翻开第46项。第46项，谶曰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曰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同时配有一幅图，图上画了一位老者，面容威严，双拳紧握，站姿有力，不怒而威。他身后有一丛竹子。就这么简单的4句谶语，4句宋词，加上一幅画，却在过去几年里被无数人反复解读，引发了至少5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而每一种解释都跟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对应。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种解读，也是流传最早最广的一种，白头翁就是指习近平。怎么推的呢？先看有一军人身带弓，这句把一人弓3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夷。夷字在古汉语中有平的意思，比如化险为夷，夷为平地，所以这位名字中应该有一个平字。再看只言我是白头翁，翁字拆开，上面是弓，下面是羽。如果把白放在羽的上面，看清楚了吗？这就是正体字习的结构，白字头上加一个羽字，不就是习吗？所以白头翁翻译过来就是习公。上下2句合在一起，名字里有平又有习的，这位先生会是谁呢？再看那幅图，老者背后的竹子，在网上流传最广的解读中，竹谐音竹，竹在身后就是背后诛之，这是大凶之兆，暗示此人将被身边亲近的人从背后下手。暗暗阴霾，杀不用刀，描述的是一个空气污染严重、社会氛围极度压抑的时代，统治者的杀伐手段不是明刀明枪，而是更隐蔽的方式。你想想看，言论管控、社会信用体系、健康码追踪、政治清洗，哪一样用到了刀？但哪一样不比刀更可怕？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则暗示
这场变局不会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老百姓会安然无恙，但那一个位于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人却无处可逃，命运已经写好，就等着兑现。据说此人对这段预言深信不疑，有可靠消息源说他真的相信预言，非常怕死。预言里有拿着弓箭射的意象，他认为弓箭对应的是火箭，所以他把火箭军的高层全部撤换了，该抓的抓，该查的查，这是火箭军大清洗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解读逻辑自洽，对仗工整，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故事远没有结束。第二种解读在2024年底到2025年初爆红。那一年78岁的川普在选战造势集会上，随着经典歌曲 YMCA 的旋律，跳出了那支后来席卷全球的川普舞。川普舞的动作是什么？左右摇动臀部，同时在腰间交替轻柔地挥动拳头，有时候还会加上一个高尔夫挥杆的动作。这支舞极其魔性，看过一次就忘不掉。自从2024年川普胜选以后，这支舞从政治圈蔓延到了体育圈。NFL 的橄榄球员在达阵后跳川普舞， UFC 的格斗冠军在获胜后当着川普的面跳川普舞，美国足球国脚在进球后跳川普舞，甚至阿根廷总统米莱也在海湖庄园跳起了川普舞。 YMCA 这首歌因为川普舞的带动，47年来第一次重新登上 Billboard 排行榜。就在这支舞病毒式传播的同时，有人把推背图第46项的图翻了出来。那个图上的老者双拳紧握，姿态威严，身体微微侧向一边，而川普跳舞时的经典定格画面也是双拳紧握，身体微侧，神态张扬自信。有人把两张图放在一起做了一个对比图，左边是1300年前的水墨画，右边是2024年的新闻照片，两个人的手臂角度、握拳姿态、身体倾斜方向几乎一模一样。这张对比图在网上疯传，很多人看完之后头皮发麻，惊呼李淳风画的这个人莫不就是川普在跳 YMCA？ 你可能会说，这也太牵强了吧，人握拳的姿势本来就那几种，随便哪个老人握拳都长这样。这话没错，但问题在于推背图历来的60幅画里面，构图是非常讲究的，每一个元素都有特定的象征含义。前面几十项的验证已经证明，图中人物的姿态、服饰、周边环境物件往往精确对应了真实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特征。第46项的图里面只画了3样东西，一个握拳老者，一丛竹子。空旷背景为什么是握拳而不是拱手作揖？为什么是站立而不是端坐龙椅？为什么身后是竹子而不是松柏？如果我们接受推背图的前几十项确实精准对应了历史的前提，那这幅图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深思。而且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川普跳舞的时候，他最标志性的动作不只是握拳，而是握拳之后左右交替挥动。2024年10月开始，他还在舞蹈中加入了高尔夫挥杆的动作。如果你仔细看第46项的图，那个老者的双拳位置一高一低，确实有点像是正在做某种交替挥动的动作。当然，这也可能是过度解读。一幅静态的水墨画本来就无法表现动态动作，但人类的大脑就是这样，一旦建立了某种联想框架，就会不由自主地在细节中寻找印证。如果白头翁指的不是习近平而是川普，那整段宋词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思。有一军人申代公，川普出身纽约军事学院，从小接受军事化教育，一生以军人般的强硬姿态处理国际事务。他3次参选总统，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执政理念是以实力求和平，而一人代公合成的一字，在古代正是外邦人、外族人的意思。放眼当今世界，谁是来自外邦，年近80，白发苍苍，对东方最大国构成最强外部压力的人物？只言我是白头翁，川普的头发是标志性的白金色，这毫无争议。但更精妙的解读在于，美国的国鸟是白头海雕，英文叫 Bald Eagle。 白头海雕白色的头部是它最醒目的特征。美国国徽上的图案就是一只展翅的白头海雕，左爪抓着橄榄枝象征和平，右爪抓着箭矢象征武力。白头翁会不会根本不是指某一个人，
而是指一个以白头鹰为国家象征、历史超过200年的古老大国。200多年制度不变的国家，确实称得上一个翁字。而川普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什么？我代表美国，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不正是只言我是白头翁的白话翻译吗？他口口声声只说一件事，我就是白头翁，我就是代表美国。接下来，东边门里福金剑，东边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东边，不正是台湾吗？台湾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半导体技术，台积电掌控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制造能力。在当今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晶片就是黄金，就是利剑，就是悬在所有大国头上的一把金剑。谁控制了台湾的晶片产能，谁就掌握了未来科技的命脉。而台湾在近几年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经济合作，积极配合美国的技术封锁政策。福金剑，一把埋伏在东边门户里的利剑，这个意象简直精准的令人后背发凉。勇士后门入地宫，后门指的是什么？有人解读为俄罗斯。俄罗斯在地理位置上正好位于中国的北方，也就是后门。川普从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拉拢普京，试图结束俄乌战争，争取让俄罗斯脱离与中国的紧密联盟。如果普京真的转向美国阵营，那就等于一位勇士从中国的后门打进了地宫，整个地缘格局将被彻底重塑。而杀不用刀在这个版本的解读中指的是什么？关税战、贸易战、金融制裁、技术封锁、稀土管制、出口管制、晶片禁令，所有这些手段没有用一兵一卒，没有开一枪一炮，却让对手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压力。经济下行，失业攀升，房价崩跌，资金外逃。不用刀的杀伐比刀更狠。这种解读在2025年初发表后，迅速在海外华人圈引爆，因为它不仅逻辑上自洽，而且跟正在发生的国际局势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吻合度。然而最离奇的还在后面。2026年1月24日，中国国防部忽然发布一条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兼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消息一出，全球华人圈炸了锅，不是因为又一位中共高层落马，毕竟这在过去几年已经见怪不怪了，而是因为太多人立刻想到了推背图第46项的那句话，有一军人身带功。张又侠是军人，这毫无疑问，他是20届中央军委排名第2的副主席，地位仅次于最高领导人。他1950年出生在陕西渭南，是正宗的红二代。他的父亲张宗逊是开国中将，曾跟随毛泽东从井冈山一路走到天安门城楼。张又侠本人17岁就入伍参军。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时，他在前线带领部队打了实打实的硬仗，是目前中国军队中极少数拥有真正实战经验的将领之一。他与最高领导人的渊源极深，两家是老一辈的交情。张又侠年纪比对方大3岁，在红二代的圈子里一直是大哥的角色。2012年对方掌权以后，张又侠一路被提拔，从装备发展部部长做到军委副主席，外界一直认为他是铁杆亲信。但正是这种大哥心态，据说最终成了他的致命伤。有分析人士透露，张又侠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始终没有把对方当作不可挑战的一尊来对待，有时还流露出不屑的态度。在一个定于一尊的权力体系中，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原罪。更关键的是，他的姓氏张字的繁体写法里带着一个公，公长张，天下皆知，而有又谐音又。那这句话拆开来读，有一军人身带功，岂不就是在暗示又侠张3个字？在中国政治圈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说最高领导人对这段预言深信不疑。正是因为有一军人身带功这句谶语，他才对所有名字里带功字的军方高层格外警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火箭军被大规模清洗，因为有人把弓箭引申为火箭，认为预言中要射杀他的武器就是导弹。据说他出访非洲回国时，专机不走正常航线直飞北京，而是悄悄在新疆降落，就是为了躲避可能来自火箭军的导弹暗杀。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荒唐，
但结合中国近几年军队高层被大规模清洗的现实，你又很难完全否认他的逻辑。更有人进一步拆解张幼霞名字中的幼字和霞字里的偏旁结构都有形似弹弓的形状，而弹弓是用来做什么的？打鸟，鸟跟什么有关？正体字的习字上半部分是羽，是鸟的羽毛，所以张幼霞名字里不仅有多个弓，而且这些弓天生就是用来打习的。2025年5月底，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解读，有人指出白头翁三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精妙的字谜。翁字的结构是上弓下羽，如果把白放在翁的头上，那就是上白下羽，而正体字的习是上羽下白，白头翁把习字颠倒了过来，上下颠倒意味着什么？倒习。所以白头翁的真正含义不是指某个白头发的人，而是在预言一个动作，就是推翻姓习的人。从这个角度看，张幼霞就是命中注定的倒习之人，是那位权力者的天生克星。而他之所以被抓，恰恰是因为坐在龙椅上的人也看懂了这段预言，先下手为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足够离奇了，但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张幼霞落马的过程本身。根据多方消息源拼凑出来的时间线，事情大概是这样的。2026年1月19日，张幼霞在前往中央党校参加一场学习会议的途中，被事先埋伏的安全人员拦截带走。随后他被关押在秘密地点，住所被搜查，儿子也被拘留。高级文职官员在24小时内就收到了通知，但军方高层直到1月24日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前几个小时才得知此事。华尔街日报在1月25日报道说，张幼霞被控向美国泄露核武机密，同时还涉嫌收受巨额贿赂，以帮助李尚福晋升为国防部长。不过2月初，纽约时报跟进报道称，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都表示他们并不知情张幼霞曾是美国情报人员，或向美方泄露过任何核武资讯。换句话说，泄密的指控很可能只是政治斗争的借口。更戏剧性的传闻还称，1月18日晚上，张幼霞和刘振立曾试图在京西宾馆对最高领导人发动某种行动，但在行动开始前2小时被察觉，随即遭到反制。据说双方在京西宾馆发生了激烈枪战，最高领导人身边的警卫人员死了9人，张幼霞的人死了数十人。这个消息至今未获官方证实，真假难辨。但官方媒体随后的措辞确实意味深长。解放军报2026年1月25日的社论用了极其严厉的措辞，指张幼霞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请注意，这个定性比之前对另一位落马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批判还要严厉得多。他几乎等于在说，张幼霞挑战了最高权威本身。在中共的政治语言体系中，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基本上就是犯上作乱的代名词。随后几天，解放军报又连发3篇评论员文章，痛斥张幼霞和刘振立，用词一篇比一篇狠，说他们终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知敬畏，以身试法。第3篇更是直接点出了军事维度的含义，说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打胜仗。外界解读认为，这暗示张幼霞被拿下的原因之一，可能与他反对武力统一台湾的立场有关。到这里，我们来理清一下整个时间线。2022年10月，中共20届中央军委组成，共有7名成员。到2026年1月底，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落马，副主席何卫东落马。现在张幼霞和刘振立也被查，7个人里面倒了5个。整个军委只剩下最高领导人本人和另一位副主席张生民，而张生民的姓氏里同样带着一个公字。于是网上又开始疯传，推背图里那个身带公的军人，也许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指一整批名字里带公的军人。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强字里面也有一个公。不知道他是否也在那份看不见的名单上。但不管怎么解读，有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那就是第46项到底是在预言一场宫廷政变的成功，还是政变的失败。如果按照张幼霞是勇士的解读，勇士后门入地宫就是预言他成功推翻了暴政，但现实是张幼霞被抓了，这是否意味着预言落空了？不一定，因为有人提出了第三种可能性，也许张幼霞只是这场大戏中的其中一个角色，他的落马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恰恰是故事进入高潮的转折点。他的被捕触发了军队内部更深层的裂痕，真正的勇士也许是一个我们目前还无法预见的人物。有一军人参代工描述的是引发连锁反应的那个人，而勇士后门入地宫的最终实现可能还需要时间。用通俗的话说，张幼霞的落马不是结局，而是起点，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后面还有一长串骨牌在等着。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分析师直言，不论军变传闻的真伪如何，张幼霞的落马都让中共军队的指挥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洞，各大战区的司令政委大量悬缺，陆海空军和火箭军的人事断层严重。而旅澳法学家袁宏斌更预测，2026年最高领导人将陷入全面的政治危机，军队的危机只是整个政治危机的冰山一角。好了，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这期内容最烧脑的部分，我们要把这本东方预言书和西方最古老的末日经典放在一起比较。启示录是圣经新约的最后一卷，也叫约翰启示录或若望默示录。据信由使徒约翰在流放拔摩岛期间所写，时间大约在公元96年左右，也就是罗马皇帝图密善统治末期。当时基督徒正遭受猛烈迫害，约翰被放逐到爱琴海上的一座孤岛，在岛上他看到了异象，于是把这些异象写了下来。全书用极其玄奥的象征语言描述了世界末日的景象，七印、七号、七晚，三轮连续的灾难如同层层叠叠的巨浪扑面而来，大地震动，星辰坠落，海洋变血，蝗虫遮天。然后在最黑暗的时刻，正邪进行最后的大决战，也就是所谓的哈米吉多顿之战。最终邪恶被彻底消灭，新天新地降临，上帝擦去人们脸上所有的眼泪。如果说推背图是东方预言的巅峰之作，那启示录就是西方预言的终极经典。这两本书相隔至少500年，分别诞生在截然不同的文明土壤中，用截然不同的语言和意象系统写成，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一些令人困惑的结构性共鸣。先看暗暗阴霾，推背图第46项，开头就是一片遮天蔽日的阴霾，而启示录第9章描述第5位天使吹号以后，有烟从无底坑中升起，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东方说阴霾遮天，西方说烟雾蔽日，意象不同，但描述的视觉效果惊人的相似。再看杀不用刀，启示录中描述末日灾难的形式，包括瘟疫、饥荒、地震、冰雹，以及从天降下的火与硫磺，还有用来审判世人的各种超自然力量。这些毁灭手段没有一样是传统的刀剑，而在推背图的语境中，杀不用刀同样暗示着一种超越传统战争的权力更迭方式，两者都在描述一种不见血的毁灭。最关键的对照是叙事结构，推背图第46项是整部书中最黑暗的项之一，暗暗阴霾，一人难逃。但紧接着的第47项画风突变，谶曰：言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凭。颂曰：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这描述的是什么？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圣人出世，不是帝王将相，不是世家大族，而是来自田间的普通人。他以文治取代武功，以一言唤醒世人，紫微星大放光明，天下归于太平。这与启示录的结局何其相似。启示录在经历了所有灾难和大审判之后，最终出现的也是新天新地。约翰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上帝亲自与人同住，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创世主宣告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东方的推背图和西方的启示录走的是同一条叙事弧线，先有极度的黑暗和苦难，然后有惊天动地的正邪对决，最后光明降临，世界被更新。第46象是风暴的最高峰，第47象是黎明的第一缕光，而整部推背图的最后一象第60象更直接描绘了大同世界的终极愿景。金圣叹批注说，此乃大同之象，人生奇迹，隐何实得，当不知若何愉快也。这种先有大劫后有大治的叙事结构，不仅出现在推背图和启示录中，更是东西方无数预言的共同母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稍后再做深入分析，先让我们把其他相关的预言证据也摆上桌面。中国明朝的刘伯温在旧节碑文中说，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这篇碑文据说曾准确预言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19年的新冠肺炎，其中提到谨防人人艰难，过关过天翻龙蛇年。龙年和蛇年对应的是2024和2025年，闯过去了2026年，就是劫后余生的新气象。他的另一部预言推背图也说，难过寅卯辰4年，若要闯过这几年，就是活神仙。寅卯辰巳对应到公历就是2022到2025年，闯过去了，前方就是光明。唐朝的黄檗禅师诗也提到，刚到金蛇运已终，暗示2025蛇年是某个旧时代的终结，2026年将开启一个崭新的篇章。韩国的格安遗录，日本的一些古老预言，甚至北美印第安人的口传预言中都有类似的。2020年代中期是人类大转折的描述。而在西方世界，英国预言家帕克在展望未来时曾说，2026年之后，人们将看到世界上开始发生一些非常积极的事情，但在这之前还得走一条崎岖的路。美国的预言家比格斯则以准确预言川普遇刺而闻名。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预言的时代即将结束的节点，真相即将大白天下。法国16世纪的诺查丹马斯在他的百诗集中也有多首被认为与2020年代的全球动荡有关的4行诗。虽然他的预言一向以模糊著称，几乎任何事件都能对号入座，但有趣的是，多位研究者在独立解读中都把2025到2027年定义为一个关键转折期。甚至在中国民间还有一个极其神秘的预言传统，叫做赊刀人。赊刀人是行走江湖的预言家，他们卖刀不要现金，只赊账，留下一句预言，说等到这句话应验了才来收钱。历史上赊刀人的预言往往相当准确。2024年秋天，赊刀人竟然在辽宁和河北同时出现了。他们留下的预言内容不详，但他们的出现本身就被很多人解读为大事即将发生的信号。所有这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不同地域的预言，仿佛在2025到2026年这个窗口期汇聚成了一股洪流。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象征体系，但指向的方向惊人的一致。先经历一段极度黑暗和动荡的时期，然后迎来根本性的转变。而黄极经世推演出的卦象显示，2026年的年卦是天火同人卦，下离上干，干为天代表君王，离为火代表臣民，君臣和睦，同舟共济。从卦象上看，这是在一场社会动荡之后，人们形成新共识，共度难关的一年。2027年的年卦更是地泽临卦，一个君临天下、教化万民的大吉之卦。据说这位君王保容万民，德业无疆，是一位宽容仁厚的有德之人。如此种种，是否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此外，2026年在中国传统命理学中还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名号。这一年是丙午年，天干丙属，火为赤色，地支午为马，赤色的马。而下一年2027年是丁未年，天干丁属，火为红色，地支未为羊，红色的羊，赤马红羊。这4个字在中国谶纬学中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赤马红羊节。据说每60年出现一次，历史上几乎每一次赤马红羊年前后都伴随着动乱、战争或政权更迭。1966年丙午赤马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再往前60年，1906年前后，清朝摇摇欲坠，
各地革命党风起云涌，辛亥革命的前奏已经奏响。再往前60年，1846年前后，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每一个赤马红羊年都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局，而2026年的赤马年刚刚开始，张幼霞就落马了。整个中共军委七去其五，军队指挥链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经济持续低迷，房价跌到白菜价，地方债务危机此起彼伏，中美关税战愈演愈烈，台海局势紧张。英国预言家帕克说，2026年之后，人们将看到世界上开始发生非常积极的事情，但在这之前还得走一条崎岖的路。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巴巴万加更预言2026年全球局势将持续恶化，甚至暗示了东方可能引爆的冲突。把这一切放在推背图第46项的框架里看，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似乎正在我们眼前一步一步地展开。但我必须在这里停下来，说一些重要的话。从学术角度看，《推背图》这本书的争议极大，它到底是唐朝的真迹还是后人的伪作，学界至今没有定论。维基百科上记载得很清楚，此书有众多不同版本，且内容各不相同，互相冲突。现存的金圣叹批注本被多位学者认为是清末民国初年的产物，并非唐代原作。台湾学者翁长峰在专著中更是对金批本的真实性提出了系统性的质疑。而预言之所以看起来很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天生具有事后归因的心理倾向。当一件大事发生之后，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回头在旧文本中寻找蛛丝马迹，然后惊呼，你看，这不是早就预言了吗？但实际上，那些模糊的意象可以被套用到无数不同的事件上，我们只是选择性地记住了吻合的部分，忽略了不吻合的部分。同理，启示录在西方文化中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从黑死病到十字军东征，从2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核危机，再到新冠疫情，每一次人类陷入大规模恐慌，都有人翻开启示录说末日近了，但末日从来没有来，来的是新的秩序、新的挑战、新的希望。所以东方的推背图和西方的启示录，他们真正的共同点也许不是预言了同一件事，而是回应了同一种人类需求，那就是在混乱中寻找秩序，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无常中寻找恒常。这种需求是深刻的、永恒的、跨越文明的，它不会因为科学的进步而消失，也不会因为理性主义的流行而减弱。因为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需要故事的生物，我们无法忍受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当现实太过混乱、太过可怕、太过不可控时，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叙事来安放自己的恐惧和希望。预言，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叙事。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值得我们思考，也许预言之所以跨越文明地展现出相似的结构，不是因为人类心理需求的投射，而是因为历史本身确实存在某种韵律和节奏。就像物理学中有周期性的波动，经济学中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也许文明的兴衰也遵循着某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规律。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理论认为，历史运行有其内在的循环逻辑，60年一个甲子就是一个完整的轮回。而赤马红羊节之所以每60年出现一次动荡，也许不是因为有什么超自然力量在操控，而是因为人类社会自身的积累与衰变，恰好在这样的周期内完成一轮循环。制度的僵化需要大约2-3代人的时间来酝酿，矛盾的积累需要大约60年来到达临界点，然后以某种剧烈的方式释放能量，再开启新一轮的循环。从这个角度看，推背图和启示录也许不是在预言什么神秘事件，而是在用隐喻的方式描述人类社会的结构性规律。就像一位懂得观察天气的农夫，不需要气象卫星也能预测明天是否下雨。李淳风也许不需要什么超自然能力，他只需要深刻理解人性和历史的周期性，就能对未来做出超越时代的判断。当然，这种理性化的解释也有它的局限，它无法解释那些过于具体的巧合，比如字谜暗示、图画吻合、人名对应，这些细节层面的精准度超出了单纯的周期性规律
所能解释的范围，所以最终信者恒信，疑者恒疑。这也许就是预言的魅力所在，它永远处在确定与不确定的边界上，让你无法完全相信，也无法完全否定。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1300年前，如果李淳风真的存在，真的写了这本书，他看到了什么？也许他什么都没看到，也许他只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唐朝官员，写了一些模糊到可以被任何时代套用的预言性文字，然后经过1000多年的层层篡改和附会，变成了今天的模样。也许他真的看到了什么，也许在唐朝长安城的观星台上，这位太史令在某个星光璀璨的夜晚，通过某种我们今天无法理解的方式，窥见了未来的碎片。一个白头发的老人握着拳头在跳舞，一个名字里带弓的军人在冬夜里被从人群中带走，一片阴霾笼罩着东方大地，然后云散日出，紫微星明，光明重现。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当1300年前的古老图画与2024年的川普舞，2026年1月的张幼霞落马，以及2000年前拔摩岛上那位流放者写下的启示录，同时在我们眼前交错浮现的时候，那种震撼感是真实的，那种历史好像在重复某种模式的直觉是真实的，那种也许有什么更大的力量在运作的敬畏感也是真实的。而这也许就是预言存在的真正意义，不是告诉你明天会发生什么，而是提醒你，在宇宙的尺度上，你此刻经历的一切也许都有比表面更深的含义。至于2026年的赤马红羊节究竟会走向何方，推背图的第47象会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应验，那位来自田间第一人的紫薇圣人是否真的存在，东方与西方的预言最终会不会在某个我们看不到的节点上汇合，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时间知道。但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作为今天这期节目的结语，它来自推背图第47象宋词的最后一句：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多读书辨是非，明善恶等黎明。这大概是1300年前的预言家能给我们最好的建议了。不管预言是真是假，不管风暴何时结束，把自己准备好永远是最重要的事。今天我们要聊一位预言惊人的加拿大通灵师，以及他对未来几年的惊世观察。在2025年接近尾声时，回望这一年发生的种种大事，令人不寒而栗。那些看似出乎意料的巨变，竟早已有人预见。美国总统川普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选风暴后重返白宫，他上任不到1年，便接连祭出高关税、退出国际组织等震撼全球的激进政策。而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些政策举措早在川普重新掌权之前，就被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灵性导师透过遥视能力、精准预言一一权重。她就是伊丽莎白·埃普尔 （Elizabeth April）， 一位自幼展现异能、勇闯未知领域的通灵女士。伊丽莎白的传奇故事听来令人匪夷所思。相传她年仅4岁时便曾遭遇外星人绑架，亲身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或许正因如此，她自幼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声称能与高维度生命沟通，并穿越时间的束缚，洞察过去与未来的真相。她以卓越的遥视 remote viewing 能力闻名于世，仿佛拥有一双可以透过迷雾窥见未来的天眼。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总是渴望找到穿透黑暗的光亮，而伊丽莎白那一双灵视之眼恰似为迷航者点亮的灯塔。在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仅5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则震撼预言视频，预告川普的新任期内将会出现哪些改天换地的巨变。如今踏入2026年，回顾过去1年川普重返白宫后所做的一切，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伊丽莎白对2025年的预言竟几乎字字应验，这让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远见。然而，更大的问题在眼前浮现，如果他看对了2025年，那他对2026年及以后所透视的未来又将是何等光景？接下来的3年里，究竟还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巨变在等着我们呢？为了寻找答案，我们不妨先从川普本人的灵魂使命谈起。在许多人眼中，唐纳德·川普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横冲直撞，
敢说敢做，似乎时常打破常规，让传统政客瞠目结舌。但伊丽莎白透过灵视所揭示的画面，颠覆了世人的想象。在更高的灵性层面上，川普并非什么完美无瑕的救世主，相反地，他的灵魂在转世来到人世之前，竟与神签署了一份最艰难、最肮脏的灵魂契约。这份契约赋予他的不是拯救世人的光环，而是一项格外沉重的使命，成为一名混乱制造者和体系破坏者，以非常规的手段去撼动盘根错节的旧秩序。伊丽莎白解读道，川普的灵魂在无数前世轮回中曾反复扮演着打破僵化体制的角色。换言之，这并非川普第一次当搅局者，他的灵魂似乎早已习惯了充当一只横冲直闯的公牛，冲进历史的瓷器店，把一切陈腐的器皿统统撞碎。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这一世他才会选择投胎，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商人总统，来完成这份注定艰巨的灵魂契约。想象一下，在转世前的灵魂签约桌上，他毅然在那张写着最肮脏任务的契约上签下名字，这意味着他将背负骂名，踏上一条充满荆棘与争议的不归路，只为了执行一项几乎没人敢接的挑战，粉碎旧世界的固有秩序。或许你会好奇，既然是携带神圣使命而来，为何川普给大众的印象却如此？不按牌理出牌。伊丽莎白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解释。她说，川普在公众面前粗鲁、激进、充满争议的种种不完美表现，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灵性伪装。这种伪装策略就像为英雄披上一件隐形斗篷。在政治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如果川普像传统政客一样八面玲珑、温文尔雅，反而会引起旧势力的高度警觉，甚至可能在他大展身手之前就遭到精准的打击和狙杀。试想一个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完美政客，一旦他暗中计划挑战深层政府的利益，对方岂会坐视不理？相反，川普处处出格的言行举止，倒像是迷惑对手的烟幕弹。他大嘴巴般的粗鲁言论，不按常理出牌的推特治国风格，让许多精英嗤之以鼻，甚至将他看作一个闹剧式的人物。然而正是这副小丑形象，成了他横冲直撞的保护色。在众人低估与嘲笑中，川普反而得以出其不意地存活于暗流汹涌的政治角力之中，直至握有足够的权力去执行他的终极任务。川普的终极任务是什么？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就是一撕到底，挤破脓包。这个生动的比喻描绘出一幅令人震撼的场景。长久以来，我们的世界就像体内隐藏着一颗巨大的毒疮，表面上或许光鲜亮丽，实则暗藏脓血。如果继续掩盖下去，整个文明迟早要在漫长的腐烂中走向灭亡。然而过去的领袖大多畏首畏尾，不敢或不愿直面这颗毒疮，他们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只敢轻轻挑开一小口，生怕痛得民众哀嚎。然而川普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他选择抓起尖刀，唰的一下划开溃烂，将所有脓血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回顾川普重返白宫后的一系列操作，正如这挤破脓包的剧本在现实中上演，他毫不手软地对某些国家祭出惩罚性高关税，强硬拆解过去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他带领美国毅然退出那些他认为受制于全球主义阴影的国际组织，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生生斩断。在短期内，这些举措无疑带来剧烈阵痛，国际供应链震荡，金融市场巨幅波动，许多人一时不知所措。然而正如他说，短痛总好过长痛，他宁可让毒疮在剧痛中彻底破裂流脓，也不愿让人类继续在温水煮青蛙般的腐败中沉沦下去。伊丽莎白以灵视洞见指出，川普这一连串一撕到底的激进行动，正是在履行他灵魂契约中的一部分。只有把隐藏的脓疮揭开，人类才有机会清理伤口，重新开始。那么被撕裂的旧系统将呈现何种景象？伊丽莎白预警我们，2026年至2028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也最痛苦的阵痛期。这段时间里，过去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建立起的种种体制、秩序和幻象会在剧烈的震荡中土崩瓦解，政治版图将重新洗牌，经济制度将被迫重启，
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可能面目全非。正如富人临盆前的阵痛越发强烈频繁，旧世界的瓦解同样会以撕心裂肺的剧痛作为倒计时的序曲。首先映入眼帘的巨变，极可能是金融领域的一场浩劫。伊丽莎白预见到一场足以比肩1929年大萧条的股市崩盘即将来临。试想，股票市场在短短几日内狂泻千里，指数曲线如同自由落体般坠落，各国交易所一片恐慌惊呼，这将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经济不景气，而更像是一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大洗牌。许多昔日财力雄厚、不可一世的跨国银行可能会接连倒闭，仿佛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倾倒。长期以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金融规则将在这场风暴中被强制按下重置键，经济形势会变得异常严峻，失业、通胀、资产缩水等难题迎面砸下，整个世界仿佛倒退回金融原始丛林。然而伊丽莎白强调，这场经济浩劫的目的并非让人类万劫不复，而是要扫除长久以来的虚假繁荣，为真正的繁荣腾出空间。就像一栋岌岌可危的老楼，必须在原地爆破清理殆尽，才能兴建起更坚实美好的新屋宇一样，金融崩溃也是为了埋葬扭曲腐败的旧体系，好让健康诚实的新经济体制得以萌芽。伴随金融风暴而来的，将是埋藏在深处的黑暗势力纷纷现形。这里所说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指的是一张纵横交错、隐身幕后、操纵着全球政治经济的黑暗之网。伊丽莎白遥视道，近年来我们所见的诸多丑闻事件，不过是这张黑网开始崩解前的冰山一角。例如，美国富豪爱泼斯坦跨国性犯罪集团的曝光，只是黑暗揭露的序幕之一。又如美国娱乐圈传奇人物吹牛老爹迪迪 Sean Diddy Combs 卷入的丑闻风暴，揭开了好莱坞名利场一角的肮脏帷幕。甚至在东方，华语娱乐圈近年也爆发出种种骇人听闻的黑幕，比如知名演员于朦胧卷入的神秘事件，这些都预示着更深层的罪恶正在浮出水面。而伊丽莎白斩钉截铁的预言，随着川普任期的推进，未来几年将有更惊人、更可怕的罪行被陆续曝光，那些曾被视为牢不可破的权力堡垒都将受到冲击，甚至集权统治者也将颤抖于真相之前。试想，连横行数十年的邪恶富豪和明星都纷纷落马，更大的老虎又怎能幸免？或许某一天，遥远东方红墙之内的秘密也将大白于天下，曾经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当黑网中的蛛丝马迹被阳光照射，盘踞已久的黑暗势力势必走向衰亡，这将是旧世界土崩瓦解的重要篇章。然而，扮演脓包杀手的川普本人，难道能全身而退吗？伊丽莎白在凝视中看到了川普个人命运的一抹阴影。2027年左右，当他完成大部分使命，即将卸任之际，可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健康危机，例如突发心脏病这类生死攸关的意外。试想那惊险一刻，全世界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屏息以待，仿佛命运女神正掷下一颗生死骰子。然而预言显示，川普最终将大难不死，转危为安，或许命不该绝。毕竟他的灵魂契约尚未彻底履行完毕。熬过这场劫难后，他将顺利走完任期的最后旅程。等到任期结束，政权交接之时，也正是川普在世俗政治舞台上谢幕之日。伊丽莎白强调，川普的历史使命是拆解旧世界。当这使命完成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将画下句点。届时，无论他选择退隐江湖，还是作为象征人物载入史册，他都将功成身退，把新世界的重建重任留给后人。毕竟，他的灵魂来此一遭，目的就在于打碎旧有的壳。至于重塑新世界的美好蓝图，或许是属于下一代灵魂的任务了。那么，当旧世界的高楼在火海中倒塌，新世界的黎明将如何到来？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中，其实早已有新生的种子在悄然萌芽。伊丽莎白看到，地球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频率转变。这听起来有些神秘玄妙，但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振动频率正在提高。科学上有所谓舒曼共振 Schumann Resonance，
是地球大气层的一种电磁波共振现象，其基频约为 7.8 赫兹，被誉为地球的脉动心跳。多年来，舒曼共振通常稳定如心跳般规律，但近年来科学家们观测到舒曼共振频率时有异常波动，频繁出现升高峰值。伊丽莎白从灵性层面解读这一现象，认为地球心跳的加速象征着人类集体意识正在苏醒提升。我们正逐步从过去沉迷物质的价值观转向追求灵性的觉醒，从彼此分裂对立转向重新团结一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拾对神明和道德的信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向右转浪潮，也就是政治和社会观念向传统保守的回归，在灵性上看来，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与神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显化。当人们不再盲从虚无主义和极端进步主义的迷雾，而开始寻找信仰之根时，人类整体的频率就会随之升高。我们正处于一个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交融转型的关键时刻，旧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新的意识正在升起。更令人振奋的是，伊丽莎白预言，随着旧势力瓦解，许多曾被深层政府和既得利益者蓄意封印的革命性技术将重新涌现于世。想象一下，一夜之间，石油、煤炭不再是能源主角，风能和太阳能也突然显得过时老旧，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全新形态的无限能源。伊丽莎白暗示，这可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零点能源或自由能源技术，一种既清洁又可无限自我循环的终极能源来源。这种能源一旦问世，将彻底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能源危机。我们可以畅想那情景，不用再为汽车加油，为发电厂燃煤，也无需在荒野布满风车或太阳能板。零点能装置可能仅仅一个盒子大小，却能源源不绝供给整座城市电力。从此，天上的繁星看着地球，不再看到白天黑烟弥漫，夜晚灯火阑珊，而是一颗清洁璀璨的蓝色星球。人类的科技水准将因此实现飞跃式跃升，而每个人的精神频率也会随着脱离匮乏恐惧而大幅提升。因为当我们不再为生存能源劳心焦虑，我们便有更多精力投入心灵成长和文明创造。可以说，新能源技术的解放将为新世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人类神性的回归插上双翼。伊丽莎白描绘的未来蓝图中，2030年前后的人类社会将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这一概念将逐渐淡化，人类将走向一种没有传统国界的新形态文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回归自然又融合高科技的庄园经济模式。或许你会联想到中世纪的庄园封建时代，但此庄园非彼庄园。伊丽莎白所指的庄园经济，是指人类将以较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社区为单位，过上既贴近土地又充满智慧的生活。到那时，庞大的民族国家机器将不再是主流，每个社区就像一个个自治的小王国，却没有残酷的暴政和剥削，而是基于共识与协作运转。每个社区都能内部解决能源供应、粮食种植和废物处理等需求，再也不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长途输送。想象你所在的社区如同桃花源，一片广袤的庄园里，既有现代化的垂直农场提供粮食，也有自由能源装置供应电力。所有垃圾经过高科技系统被完全循环利用，不污染环境。人们白天劳作，夜晚仰望星空，物质充裕且精神富足。这样的图景有几分类似中国魏晋时期那些隐士田园归真的生活意境，但又融合了当今时代的高科技与高灵性追求。没有强权的钳制，没有尖锐的贫富悬殊，人类将真正成为彼此平等友爱的大家庭。科技不再是异化人性的工具，而变成回归自然而又提升灵性的助力。一切变革的核心，说到底是人类神性的最终苏醒与回归。金融崩溃也好，政治动荡也罢，种种阵痛皆是为了让人类灵魂从旧有枷锁中解脱出来，复归纯真、善良、有信仰、有道德的神圣本性。在这样的新人类文明中，或许已经没有狭隘的国家和种族之分，每个人都视整个地球为家园，把彼此当作手足，
同心协力守护着来之不易的新黄金时代。当然，以上种种展望听来既令人向往，又心生忐忑。毕竟，从现在到理想未来的途中，我们必须先穿越那段黑暗风暴交加的岁月。眼下2026年的脚步声已经临近门槛，面对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伊丽莎白强调，她的预言并非为制造恐惧，而是在黑暗中为人们提供指引和希望。正如她所言，如果不是川普将脓包挤破，人类的痛苦只会更长更惨烈。我们如今所处的时刻，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旧系统在剧痛中崩塌，新世界的轮廓虽已隐约可见，但尚未完全成型，一切都处于动荡蜕变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场历史巨变的参与者，无人能置身事外。这仿佛是一场灵魂的考试，黑暗中有诱惑，也有觉醒的契机。究竟选择随波逐流，沉沦于恐惧愤怒，还是坚守良知，拥抱光明未来，全凭每个人自己的抉择。那么，作为普普通通的你我，又该如何在即将到来的乱局中自处？伊丽莎白给出的建议朴素而深刻：保持善良，坚守对神的信念，远离邪恶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简单的一句话，道出在乱世中保全灵魂的关键。当经济崩盘，秩序瓦解时，邪恶的势力可能诱惑人们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但唯有不丧失内心的善与信仰，才能在混乱中挺立不倒。当某些意识形态鼓吹仇恨和暴力时，我们应当警惕远离，不让灵魂被拖入深渊。伊丽莎白相信，良知与觉醒将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唯一方舟，就像洪水来临时，挪亚方舟承载着正义与希望一样，在未来的狂风暴雨中，善良与信仰将是我们的避风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心中的那道光，那么即使黑夜再漫长，黎明终将会到来。此刻2025年即将成为历史，2026年的崭新篇章正悄然展开。在这人类巨变的起点上，我们或许难免心生迷茫与不安。然而正如古语所言，破晓前的夜色最为漆黑，黑暗并不可怕，它只是黎明前的前奏。我们有幸见证旧世界最后的崩塌，也将见证新世界的诞生。伊丽莎白·埃普尔的预言为我们揭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尽管前方荆棘密布，风雨如晦，但光明的未来已在彼端等待。当这场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无法置身事外，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是随波逐流沉默，亦或乘风破浪前行。答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以善良为舵，以良知为灯，怀抱信仰与勇气，驶向那黎明的彼岸。相信穿越至暗时刻之后，人类将迎来浴火重生的新纪元。2024年10月，美国政坛再起惊涛。川普在加州科切拉举行竞选集会时，安全人员发现一名可疑男子携带武器接近会场，随即执法人员迅速拦截逮捕了他，起获多本不同姓名的护照、假牌照、车辆和多把上膛的枪械。事后，当地警长感慨地说，我们或许阻止了第3次针对川普的暗杀企图。这一消息让全美震惊，川普真的连遭3次暗杀威胁了吗？在此之前数周，川普刚在佛州高尔夫球场惊险躲过一次刺杀，而再往前的7月，他在宾州集会甚至被子弹擦伤。如此密集的暗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在策划这些行动？川普为何频遭毒手？回顾那震撼全美的宾夕法尼亚枪击案，2024年7月13日，川普于宾台巴特勒郡举行造势演讲，没讲多久，突然现场传出连串枪声，子弹撕裂空气，特勤人员一拥而上将川普护倒在地。惊魂甫定之际，川普摸了摸自己的右耳，鲜血正从耳壳淌下，染红了半边脸颊。他的右耳上方被高速子弹掠过，所幸仅擦伤皮肉。川普站起身，高举右手示意支持者冷静，接着语气坚定地对台下喊道，我们要继续奋战 Fight。 现场爆发雷鸣般掌声，人们为川普大难不死而欢呼。然而事后调查显示，枪手在180米外以半自动步枪连开数发子弹，
其中一发精准击中川普耳部，这几乎是 99.9% 的致命几率。如果弹道再偏左，区1-2厘米，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惊险一幕在各大媒体反复播出，全国民众无不心惊，川普可谓捡回一条命。紧接着9月，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传出噩耗，一名男子潜入川普的高尔夫俱乐部试图行刺，被当场逮捕。而10月的加州集会更被视为可能发生的第3起暗杀案。所幸川普每次均逃过死劫，只受轻伤或有惊无险。但连番刺杀事件让全美绷紧神经，支持者愤怒谴责暴力，反对者也开始反思政治仇恨的疯狂。许多人想起美国历史上那些总统遇刺的黑暗时刻，林肯遇刺，甘乃迪殒命，甚至雷根也曾中弹险些丧命。难道历史要重演，川普真的注定难逃刺客的子弹吗？更离奇的是，就在川普耳部中弹的数月前，一则精准预言早已描绘出这场暗杀场景。2024年3月，一位名叫布兰登·比格斯 （Brandon Biggs） 的美国牧师在网络视频中声称，他在祷告中看见川普遭人行刺的画面，一颗子弹从川普头部边擦过，震破了他的耳膜，鲜血顺着右耳流下。更神奇的是，比格斯形容川普中枪后当场双膝跪地，开始祈求上帝，并在短暂时间内经历了灵魂重生，在站起身时变得更加刚强。当时许多人对这番预言嗤之以鼻。然而短短4个月后，宾州集会枪响，川普果然右耳受伤流血。现场照片显示，他的右耳上缘骨肉被子弹撕裂，与比格斯描述惊人吻合。一时间，这位牧师从籍籍无名变成备受瞩目的神预言家。有人惊呼，简直像他提前穿越到现场观看了一样。比格斯自己也在川普遇袭后连连感谢上帝，并表示这一切印证了神的启示。事实上，川普耳部中弹当天还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网络谣言。社交媒体上疯传一张辛普森家庭的动画截图，画面中川普躺在棺材里，字幕写着某月某日将是一切改变的日子。许多人惊呼，辛普森又预言川普之死。毕竟这部动画过去神准命中过川普当选、美国91事件等。然而随后证实，川普棺材图其实是网友伪造的恶搞画面。即便如此，流言的疯传反映出大众对川普安危的焦虑，连卡通都被拿来印证预言，只为寻求一丝真相迹象。除了比格斯牧师，来自英国的一位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也早早发出警告。他有新诺查丹马斯之称，曾准确预测2016年川普爆冷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结果。2024年7月，帕克在与美国占星师的一场直播对谈中再次语出惊人。他强烈预感川普在竞选期间将遭遇生命威胁。没想到话音刚落不久，宾州刺杀就发生，仿佛印证了他的预感。帕克坦言，川普身上有某种神秘力量环绕，危险逼近时他总能大难不死，但这股力量也敦促帕克必须直言预警，仿佛冥冥中有股使命感。预言的清单还不止如此，在川普首次当选前，美国就流传着各种神谕。一位退休消防员马克·泰勒宣称，早在2011年，上帝就托梦给他，预示川普将入主白宫并带领国家重回正途。另一方，中世纪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诗集中被人解读出号角 trumpet 将吹响，美国政坛异变的句子被认为影射川普崛起。就连有睡着的预言家之称的美国通灵师艾德加·凯西也在上世纪预见将有2位总统死于任内。后人对照历史，惊觉这正对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5年病逝和约翰·甘乃迪总统1963年遇刺。种种传说使川普身上笼罩一层神秘宿命，色彩支持者说他是天选之子，逢凶化吉，自有主佑；反对者则讥讽这些不过是巧合或牵强附会。然而当比格斯的擦耳预言真实上演后，连许多怀疑论者也瞠目结舌，不得不重新审视这股玄乎的预言力量。在一片争议和动荡中，2024年11月的大选尘埃落定，川普以微弱优势赢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确定将重返白宫。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总统败选后卷土重来案例之一。
上次还要追溯到100多年前的格罗弗·克利夫兰。川普的支持者欣喜若狂，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考验与褒赏。而比格斯牧师在3月的影片中预言，川普最终会赢得选举的话语，如今也奇迹般应验。更引人深思的是，比格斯曾说过，川普幸存刺杀后将变得对耶稣极为狂热，并把国家带往一条新的道路。事实上，经历生死劫的川普在竞选后期演讲中的确多次感谢上帝保佑，甚至在胜选演说里引用黄金年代等带有福音色彩的措辞。有内幕消息称，川普私下开始每天祈祷，反思自己的人生使命。在白宫宣誓就职时，他手按的圣经据传正是母亲当年赠予他的那本，象征他再次把国家前途托付神意。随着川普于2025年1月再次宣誓就任总统，华府政治风向急剧转变。然而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仅可2届，川普这次任满将于2029年卸任。那位英国先知帕克却语出惊人的暗示，川普可能不止2届。所谓第3任期之谜，指的并非川普违宪连任，而是一场足以改变现行秩序的全球危机，将使川普不得不继续执政，超出原本任期。帕克预感未来2年内，世界将爆发重大冲突，美中对峙可能演变为军事危机，其中台湾局势尤为关键。一旦战端开启，国际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可能进入战时状态或国家紧急状态。在此非常情况下，总统的权力或许会被延长，以维持政局稳定。换言之，如果2028年的大选因战争或灾难而无法如期举行，川普可能暂时留任，从而开启事实上的第3任期。这种推测听来惊世骇俗，但回顾历史，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在2战期间打破惯例连任4届。虽然之后宪法修正案禁止再有第3任，但帕克认为非常时期可能出现非常手段，甚至现有宪政秩序被迫推倒重写。毕竟近年来全球局势巨变超乎想象，从中东战火到欧洲冲突，从政权更迭到科技颠覆，谁能断言未来不会出现令美国不得不改变规则的巨变呢？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本人过去也曾多次开玩笑提及第3任期。他曾在造势大会上笑称，也许我应该再做个8年、12年，甚至更多，来弥补他们对我的不公待遇。当时支持者欢呼，反对者讥讽他妄想称帝。然而如今帕克的预言让人不寒而栗，川普戏言背后会否真有天意？有阴谋论者指出，川普上台挑战了华盛顿建制派和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威，因此各种扳倒他的手段层出不穷，包括弹劾调查、法律诉讼，甚至暗杀威胁。他们认为，暗势力绝不允许川普顺利完成改革，更别提延长权力。但另一派观点则相信，如果川普真是肩负特殊使命的领袖，历经3次暗杀未死，正说明他命不该绝，也许真有更大的剧本在等着他演完。这场关乎美国未来走向的政治大剧该如何收场？是川普载誉而退，亦或如某些预言暗示般在风雨中继续掌舵，突破美国历史的藩篱？种种悬念令世人屏息以待。无论川普任期长短，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正步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比格斯牧师在预言川普当选的同时，也警示了一个令人心惊的后果：美国将迎来一场比上世纪大萧条更严重的经济崩溃。他称上帝向他揭示，未来几年美国人会经历极为黑暗的日子，经济体系仿佛一夜崩塌，股市债市动荡，失业率飙升，民众的生活苦不堪言。这与不少经济学家的担忧不谋而合。多年来，美国国债节节攀升，到2026年已逼近难以想象的数字，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如同定时炸弹。有分析指出，美联储持续加息和巨额债务可能最早在2026或2027年引爆金融动乱，一场新债务危机正在酝酿。而比格斯形容的那种黑暗景象，仿佛就在为此拉响警报。然而，预言中的危机并非世界末日，反而可能成为催生希望的阵痛。比格斯强调，在经历磨难之后，美国将迎来伟大的复兴。另一位备受关注的预言家阿曼达·格雷斯
Amanda Grace 也表示，她早在2020年就感受到上帝的启示，美国必须先坠入一段混乱低谷，才能最终重现光明。他指出，川普2020年的败选其实是神的安排，目的是让民众在这几年痛苦中反省，意识到自身的偏离正道，为最后的纠正做准备。换言之，如果没有经历过物质富裕骤失、秩序瓦解、人心动荡的阵痛，美国人或许不会真正醒悟。一旦苦难达到高峰，人们终将重拾对爱与感恩的心，重新团结在传统价值之下。这时，神的护佑将再次降临，美国也将浴火重生。不少美国的普通民众其实已隐隐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转变苗头。近年来，无论是社会动荡还是疫情打击，都让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信仰与生活的意义。一些教堂的年轻会众在增加，冥想课程和心灵读物在城市白领中流行起来，甚至在政界，我们也看到宗教信仰重新受到重视。川普就职后不久，特别宣布每年1月16日为国家宗教自由日，强调美国立国之本包含对信仰的敬畏与包容。许多评论员注意到，川普第二任期内身边围绕着不少虔诚的基督徒和顾问团队，他本人也较以往更多的在公开场合提及祷告与上帝的旨意。或许正是在巨大压力下，川普和整个国家都在寻求精神支柱，为即将到来的挑战聚集勇气。那么，度过黑暗后的美国将出现怎样的新气象？一些耕耘预言研究的学者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可能性：接替川普的下一任美国总统将会是一位虔诚信奉佛法的人。这里所说的佛法，指的是源自佛教的智慧与慈悲价值观。有观点认为，经此大劫，美国民众会对物质主义和党派恶斗产生强烈厌倦，转而渴望一位道德高尚、心怀慈悲的领袖来带领复兴。一些解读甚至直言，下一任领袖可能信仰来自东方的佛家修行，例如有可能是一位修炼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或者其他佛门精神的人士。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国家，总统竟会是佛教徒或类似信仰者。但细细想来，并非全无可能。美国是宗教自由的国度，早有多元信仰融汇其中，从国会议员到商界名流，不乏虔诚的佛教徒、印度教徒，甚至道家学者。夏威夷选出的联邦参议员贺锦丽 Mazie Hirono 就明确以佛教徒自居，还有多位政坛人物公开修习超觉冥想或瑜伽。可以想见，如果美国遭逢空前危机，人们也许会将目光转向那些超越传统政治框架的智者。一位深谙东方智慧、倡导宽恕与和谐的领袖形象，或许正好满足了人们对救世主般人物的期待。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外不少寓言典籍中似乎都有与此相符的隐喻。在中国明朝的烧饼歌与清朝的推背图这些著名寓言中，有被解读为末世之后有圣人出于西方，手握东方经典的段落。西方的新世纪灵媒则预测世界将出现一位融合各大宗教教义的精神领袖，带领人类走出纷乱。有人将这些线索串联，猜想未来美国乃至全球的领袖会是一位既懂得现代科技又深具佛家慈悲胸怀的人。他将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道德重建和人心向善，弥合各种撕裂的价值观。如果真是如此，那将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具革命性的转变之一。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基督新教信仰，到某任未来总统手持佛珠念经，历史将画出惊人的回旋。当然，这一切目前仍只是推想与预言圈的讨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经历巨大风暴之后，人们往往更愿意拥抱精神信仰上的变革。就如同二战结束后，全世界掀起人权与和平运动，又如冷战结束后，宗教和传统文化在东欧复苏。一场浩劫过后的美国，或许会诞生一位截然不同风格的领袖，来完成从物质强国到精神大国的升华。那位领袖是否真如预言所言，来自佛法之光？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的揭晓。就在政治预言震撼人心之时，另一个离奇领域也在撕开神秘的面纱。不明飞行物 UFO
或者如今官方称作不明异常现象 UAP。 近年来，神秘的天际光点与飞碟传闻从阴谋论圈走向美国政坛中心。国会公开听证会上，前情报人员大卫·格拉什 David Grush 爆料政府长期隐瞒回收外星载具残骸的秘密，美军飞行员接连站出来作证，描述他们遭遇的超越现有人类技术的飞行物。2023年7月的国会听证更是轰动一时，全美直播中，证人们一本正经谈论非人类生物遗体和军方目击的神秘白色 Tic Tac 无翼飞行器。几十年来被冠以风言妄语的 UFO 话题突然获得主流关注，甚至五角大楼都不得不成立专门小组调查 UAP 现象。种种迹象表明，某些尘封已久的真相正在浮出水面。2025年底，由多位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官参与采访的纪录片《揭露时代》The Disclosure 上映，更加坐实了政府长期隐匿 UFO 资讯的猜想。影片中有多达34位前官员现身说法，直指美国政府隐瞒外星接触达80年之久，甚至牵涉美中俄三国的秘密竞赛。同时，国会两党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参议院多位议员推动立法，要求行政部门在2026年前全面解密 UAP 档案。可以预见，如果法案通过，我们或将看到自罗斯威尔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机密曝光。届时，那些长久以来被官方视为无稽之谈的外星人传闻，恐怕将有实锤证据摆在阳光下。面对飞碟真相大白在即的前景，大众情绪复杂而矛盾。有人期待终于证明我们并不孤单的激动时刻，也有人担忧真相会引发恐慌或颠覆信仰。但也有一种声音质疑，为何美国政府此时突然松口谈 UFO？ 会不会这本身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转移视线？不少阴谋论者提出，执政当局选择在经济和政治压力升高之际抛出 UFO 议题，可能意在吸引公众目光，掩盖其他更棘手的真相。例如，前述庞大的国债危机，2024年前后，美国债务规模逼近 38.87 万亿美元，如同一颗随时爆炸的炸弹。一些财经评论员尖锐地指出，每当财政问题焦头烂额时，舆论场上就会冒出引人注意的新鲜话题。2023年初，美国政府差点因债务上限问题关门，恰在那时，全国热议起连环不明飞行物事件。先是中国高空气球入侵领空，引发战斗机击落风波，接着数日内，美军又击落了3个不明物体，一时间，外星入侵成为新闻头条。拜登政府饱受批评的外交窘境和经济隐患反而退居次位。有评论调侃，白宫找到了转移瞩目的绝佳话题，没有比小绿人更能让老百姓暂时忘记油价和通胀的了。因此，他们怀疑现在官方积极推动 UFO 解密，也是为了在可能的经济崩盘或其他丑闻前，提前准备一颗足以轰动全球的热烟雾弹。更极端的推论来自著名的蓝光计划 Project Blue Beam 阴谋论。该理论认为，某些势力计划伪造一场大规模的外星人接触事件，利用全息投影等高科技，在全球天空上演外星人来临的大戏，以此制造恐惧，削弱各国主权，最终建立一个集权的新世界秩序。虽然听起来天马行空，但随着科技发展和舆论可操控性的提高，越来越多人开始将这种疯狂剧本视为可能。尤其当像比格斯牧师这样的人都宣称看见巨大的外星母舰飞临地球，他预言一艘庞然大物般的飞船将先后现身于梵蒂冈上空和中美洲的玛雅遗迹上空。全球媒体争相直播，人类社会为之沸腾。许多人不禁联想，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它究竟是外星文明的首次公开亮相，还是一场精心导演的人类骗局？然而，不管 UFO 议题背后隐含什么算计，有一点是确定的，真相终将大白。假如外星智慧真的存在并早已现身，那么长久以来的谎言迟早维持不下去。过去几十年，无数民间研究者和内部爆料人前赴后继揭露相关线索，从罗斯威尔残骸到51区员工的临终证词，大众对真相的渴求与日俱增。如果政府试图利用部分真相来达到掩盖另一真相的目的，也势必低估了人民的洞察力。
正如林肯总统曾经说过的，你可以在某个时间愚弄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愚弄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愚弄所有人。UFO 议题就是这样一面镜子，无论官方如何操弄资讯，终究会有人透过迷雾看到背后真正的重要问题。例如，即便真的上演外星危机秀，经济崩溃，该来还是会来，届时民众自然会追究真正让他们饭碗不保的是谁，也就戳破了假议题的泡沫。再者，如果真有不可告人的技术秘密或能源革命隐藏在 UFO 之谜中，一旦它浮出水面，人类社会将迎来巨变，那时任何企图以此维稳的势力都将无法驾驭局势。更耐人寻味的是，有历史学者提出一种巧合，美国总统与 UFO 密信之间的纠葛，或许本就是另一层真相之债。1963年，甘乃迪总统遇刺身亡，事后有传言称他生前10天曾下令 CIA 提供所有 UFO 档案，甚至计划与苏联分享情报以避免误判。结果他却在达拉斯遭到枪杀，导致那些档案石沉大海。人们不禁猜测，甘乃迪之死是否与他触碰了某些秘密有关。同样的，川普在首次任期末也表现出对 UFO 的兴趣。他曾表示知道很多关于罗斯威尔的有趣事情，还在离任前签署法案，要求情报单位在180天内提交 UAP 报告。倘若川普在第2任期乃至可能的第3任期中一意推动 UFO 真相公开，会否重蹈甘乃迪覆辙？这种联想更加深了川普安危与 UFO 议题之间的神秘联系。有阴谋论者断言，谁敢动51区的秘密，谁就危险。但也有人反驳，如今资讯时代早已不同，封口远比60年前困难。或许正是因为挡不住泄密潮，某些人才想干脆主动公布部分真相，引导舆论可控的接受。无论如何，川普的命运仿佛也系于这场人类与未知之间的博弈。UFO 背后掩盖的真相，不管是关于宇宙邻居的，还是关于人类自身的，都终将冲破重重掩饰，展现在世人面前。当前，美国正处于一个空前关键的历史路口，一边是风云诡谲的政坛，连环的暗杀阴影，总统的沉浮和预言中的巨变，另一边是横空出世的非常议题，外星文明的可能揭露与由此引发的人类观念震荡。两条看似平行的轴线，其实正加速交织，塑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剧本。在这剧本中，川普的3次死里逃生也许不是终点，而更像是序幕，预示着更大的考验与使命。经济的震荡与社会的阵痛，则可能是凤凰涅槃前必要的火焰，而天幕中若隐若现的飞碟，好似见证者，冷眼旁观着人类如何抉择未来的方向。试想不远的将来，也许真的会出现这样一幕：当财政体系临近坍塌，地缘冲突一触即发之时，天空中突然降临一艘巨型飞船，全世界的人都仰望着同一片天空，短暂忘却了彼此的纷争。这一刻，人类将面对终极拷问：我们是选择继续被恐惧操纵，彼此对立，还是领悟到必须摒除成见，团结一致，迎接未知？或许正如那些预言所示，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过后，人类会迎来心灵的升华。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领航者，更可能率先踏上这趟旅程，从物质到精神，从撕裂到和解，从隐瞒到真相。到那时，也许真会有一位胸怀佛法智慧的领袖站出来，为迷茫的人们指引方向。也许川普最终完成他的历史角色，将接力棒交予新时代的引路人。当然，预言毕竟是预言，未来仍存在无数变数。我们能做的是从这些玄奇的故事和线索中汲取警示，珍惜当下的和平与理性，不要让仇恨和贪婪毁掉我们的社会，保持对真相的追寻，不盲从也不偏执，既敞开胸怀迎接新知，也保持独立思考。正如圣经约翰启示录所言，暴风雨前，4位天使站在地角，握住地上的风，不让风刮在地上。最黑暗的时刻正是黎明前夕。也许未来数年风雨飘摇，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穿越风暴后的美国将脱胎换骨，更加坚强并充满希望。川普的第3次暗杀劫难让人不寒而栗，却也引人深思。预言家们那看似疯狂的只言片语，正在现实中一一印证，而真相
永远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无论是政治的真相、经济的真相，亦或宇宙的真相，当这些光点连成光明的黎明，我们回首再看如今的种种预言与变局，或许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早有伏笔。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的一页，而历史的书写者也包括每一个保持善念与理智的我们。让我们怀抱信念，静待风暴过后那第一缕穿透乌云的晨光，那也许将是预言中的新纪元，属于真相与希望的时代。伊朗的战火已经持续超过1个月了，这场战争的规模、速度和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但你知道吗？有几个人，或者说有几本书，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看到了这一切。而且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看到的远不只是伊朗，他们看到了伊朗之后的下一个战场，他们看到了一个延续4年的全球大动荡，他们甚至看到了这个动荡的尽头，一个全新世界秩序的诞生。我们先从最近的事情说起，把伊朗战争的来龙去脉完整的梳理一遍。2025年12月，伊朗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导火线是经济困境，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和物价飞涨。示威者甚至提出了更换政权的诉求，规模被认为是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遍及全国超过100个城市。伊朗当局随即展开了残酷的镇压，大规模屠杀抗议民众。2026年1月8日到10日是伤亡最惨重的时段，外界估算，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已达3万到 4.3 万人之间。哈梅内伊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武力镇压。1月13日，川普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并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往中东，包括林肯号航空母舰和多艘飞弹驱逐舰。2月初，美伊双方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核谈判，美国提出3个条件：永久停止铀浓缩，严格限制弹道飞弹计划，全面终止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等组织的支持。谈判没有结果，美国又向中东增派了第2艘福特号航空母舰。然后2月28日，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代号史诗之怒的军事行动。这不是一般的空袭，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斩首战。精准制导武器直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炸弹如同长了眼睛一般钻入地堡，直接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时被歼灭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司令帕克普尔以及数十名高级军事和情报官员。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伊朗整个指挥体系被斩断。3月17日，以色列又在空袭中炸死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他是哈梅内伊的高级安全顾问。伊朗的防空网络在美以战斗机面前形同虚设，川普亲自确认了哈梅内伊的死讯，宣布轰炸将持续1周甚至更长时间。以色列总理也发表声明，说要让伊朗人民摆脱暴政枷锁。但有人说有内鬼，有人终于坐不住了，给美国人通风报信，报告了哈梅内伊的精确位置，里应外合，这才有了如此精准的斩首打击。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一场来自内部高层的暗杀行动。而且注意时间点，伊朗方面宣布哈梅内伊死讯的时候，刚好是3月1日。好，记住这个日期，3月1日。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去，倒回到帕克在2025年底坐在他英国家中的书房里，端住咖啡，对着镜头说出预言的那一刻。帕克说了什么？他说2026年3月是伊朗的关键转折点。3月，他的原话是，我们将会看到非常精准的打击，目标直指领导层，同时也会打击剩余的核设施。他特别强调，他感觉不会有大规模地面部队入侵，而是空袭和快速行动为主。而且他还补充了一句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话，他说在打击也门之后会有快速的局势缓和。结果呢，空袭在2月28日开始，3月1日宣布哈梅内伊死亡。帕克说的3月关键点分毫不差，而且确实没有大规模地面部队入侵，目前为止都是以空袭为主。虽然有小规模的2栖部队调动，但五角大楼反复强调尚未决定是否发动地面作战。帕克的预言准得令人毛骨悚然，但伊朗也并没有坐以待毙，反击来得迅速而猛烈。伊朗将他的反击行动命名为真诚承诺第4阶段，
在几个小时内就向以色列城市和中东各地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大量弹道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科威特舒艾巴港的一个美军战术作战中心被无人机击中，6名美国士兵当场阵亡。3月12日，一架美军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坠毁，6名空军人员死亡。杜拜的美国领事馆被伊朗无人机击中，利雅得的美国大使馆屋顶坍塌，据报其中包括中情局在沙乌地阿拉伯的情报站。3月27日，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架加油机和一架 E-3 空中预警机被毁，12名美军受伤。截至目前，已有13名美军牺牲，超过300名士兵受伤。而伊朗最致命的一招，也是最让全世界头疼的一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条狭窄的水道有多重要？全球 20% 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里。伊朗用无人机、水雷和反舰飞弹袭击通过海峡的民用油轮，事实上切断了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动脉。3月26日，以军空袭击毙了伊朗负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但海峡至今仍未恢复正常通航。油价暴涨，全球航运巨头把中东航线保费调高了 180%， 欧洲化工企业被迫转向更昂贵的美国页岩气，亚洲半导体厂开始疯狂囤积晶圆和化学品，供应链没有彻底崩溃，但已经开始失灵。有媒体人精准形容说，伊朗打出了自己的节奏，这场战争已经从谁打赢变成了谁先撑不住。双海峡压力之下，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局面。能源供应链没有断裂，却已无法正常运作，这比完全中断还危险。因为企业无法预测成本，贸易合约失去稳定性，跨国投资开始撤退。3月30日，川普表示，美国正与伊朗的一个新的、更理智的政权展开谈判，称有重大进展。但他同时威胁，如果谈判失败，就彻底摧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油井和哈尔克岛。好，这就是伊朗战争的现况。现在你已经有了完整的背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情，可能会让你今晚睡不着觉。帕克不只是预言了伊朗，他还描述了伊朗之后的走向。帕克说，伊朗会进入一个过渡期，或者说第二阶段的革命，内部动荡会加剧，但古波斯的精神将被唤醒，终结极端伊斯兰主义带来的黑暗。你们知道吗？伊朗从前不叫伊朗，叫波斯。伊朗人也不是阿拉伯人，很多海外伊朗人至今仍称自己为波斯人。波斯帝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跟中国一样古老。他们的传统宗教不是极端的伊斯兰教，而是古老的拜火教，就是金庸小说里鼎鼎大名的那个波斯明教，张无忌当过教主的那个。帕克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画面，他看到一位神秘的女性领袖将会在混乱之后浮出水面。她不是传统的政治家，而是象征女性力量崛起的化身。帕克形容她有着强烈的艺术家气质，是一位充满灵性的神秘人物，可能有点年纪。他会和一位年轻的男性领袖共同领导过渡期，化解伊朗内部不同信仰之间千年的恩怨。这画面有没有很像金庸笔下的波斯圣女小昭？帕克预言的这位神秘女子会不会是小昭的传人？帕克还看到伊朗人民走上街头，高举象征古波斯帝国的红黄色旗帜，呼唤王权的回归。最终伊朗会建立新政府，走向复兴和民主。而在现实中，美以空袭伊朗之后，海外伊朗侨民确实走上街头庆祝，挥舞着狮子与太阳旗。前国王之子里萨巴列维公开表示，他的过渡政府已准备好接管政权。帕克描述的画面正在成为现实，但是这里才是重点。帕克紧接着说了一句话，让所有在为伊朗欢呼的人瞬间安静下来。他说，伊朗只是序章，真正的风暴眼在中国。伊朗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关于伊朗，它是中美大国博弈棋盘上的关键棋子。中国和伊朗在2021年签署了25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中国承诺在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华为和中兴建设了伊朗大部分电信基础设施，中兴甚至在2010年就植入了监控系统。2026年1月，伊朗镇压抗议时切断网络，靠的就是中国企业打造的监控设施。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中国已接近达成购买超音速反舰飞弹的协议。
中国还向伊朗运送了超过1000吨飞弹推进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说得很直白，中国希望美国和伊朗保持时而谈判，时而有限升级的循环，因为这可以消耗美国在波斯湾的资源，分散美国在印太对抗中国的精力。简单说，就是留着伊朗这个第二战场，美国就没余力管台湾。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话更犀利，通往太平洋之路必经德黑兰。川普可能是第一个看穿这一点的美国总统，把伊朗从棋盘上拿掉，中国就失去了台海危机中最重要的牵制工具。所以帕克对中国到底说了什么？帕克早在2015年出版的《来自宇宙的讯息》中就预言了中俄结盟对抗美国，当时没有任何人相信。11年后，这个预言已经完全成真。而现在，帕克对中国的预言更加具体，也更加惊人。他说中国近年的军方高层清洗看起来像在巩固权力，但他直觉认为这恰恰是权力结构不稳定的征兆。他反复追问，这些清洗到底是在排除威胁，还是领导者已经在失去控制？他警告说，当权力结构动摇，新上任的军事将领急于建功立业，制造外部敌人就是转移压力最直接的方式，台湾就是最危险的出口。帕克引用印度纳迪叶的预言，认为2026年前对台湾动手的可能性不大，但风险在2027年前后会显著升高。他强调，这不只是单一战争的问题，而是威权体制在经济、政治和权力同时崩塌时的必然反应。中国的经济问题将在2026年引发政治动荡，成为全球焦点。他甚至预言，中国最终会像苏联一样解体，形成多个民主区域的邦联，香港最终独立，中国将回归传统文化，经历深刻的精神觉醒。听上去匪夷所思，但他11年前说中俄结盟的时候，所有人也觉得匪夷所思。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个预言跟伊朗战争形成了一个恐怖的连锁反应。美国现在把大量军事资源投入中东，航母战斗群从印太调往波斯湾，弹药消耗惊人。美国情报机构3月18日的年度威胁评估表示，中国目前没有2027年前入侵台湾的计划，但专家越来越担心，伊朗战争消耗美国军力后，中国反而认为之后的时机更好。美国的拦截飞弹库存正在快速下降，而这些原本是为防卫台湾准备的。台湾政治大学学者指出，伊朗战争持续越久，中国获得的喘息空间越大，让解放军完成改革，并从各场战争中汲取经验。一旦中国认为能力到位，就不会那么克制了。不过硬币也有另一面，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展示了惊人的军事能力，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卖给伊朗的防空系统不堪一击。中国的军事专家之前断言不可能全面开战，伊朗半小时灭以色列，结果被现实啪啪打脸，网友嘲讽反助听就对了。这种示范效应对中国的军事冒险冲动也是一种遏制。好，帕克说完了，现在让我们穿越1400年的时空，看看中国自己的千年预言书《推背图》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推背图》是唐朝初年天文学家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的预言书，融合了易经、天文、诗词、谜语和图画，从唐朝一路预言到未来，从武则天到安史之乱，从宋元到明清，一路应验，被誉为中华预言第一奇书。抗战时期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看到第39象一招，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就断言抗战会在鸡年胜利。结果1945年乙酉鸡年，日本果然投降。我们重点看第45象。谶语写道，有客西来，至东而止，木火金水，习此大耻。宋语写道，盐运红开世界同，金乌隐匿白杨中，从此不敢称雄长，兵器全消，运已终。金圣叹批注，此象于太平之势复见兵戎，当在海洋之上，自此之后更真盛世矣。传统上这一项被解读为二战时美国击败日本，但最近方正先生提出全新解读，认为他精准预言了2026年的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背后更深远的地缘政治含义。而且这个解读得到了大量网友的认同和传播。一句一句拆，有客西来，客指外族或外国，美国从西方而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东而止，到了东方就停止。伊朗在美国的东边，暗示这是一场有限度的定点打击，不会无限扩张。
事实上，川普确实反复强调，这不是要占领伊朗，而是精准打击。木火金水五行之中唯独缺了土，这个缺土怎么解？有多种说法。第一种，五行缺土代表不涉及领土争端，主要是海上和空中较量，对应金圣叹说的在海洋之上。第二种，土代表大地、国土、政权根基，缺土暗示要摧毁一个政权的根基。第三种，也是方正先生的解读，木火金水对应各种武器和军事手段的五行属性，合起来就是全方位的立体打击。惜此大耻，川普在宣布打击伊朗时，确实用了类似洗血耻辱的措辞。他说革命卫队屠杀了超过1000名美国人，伊朗政府3次派人暗杀他本人，这就是奇耻大辱。这次行动就是要洗此大耻。再看宋宇，盐运红开世界，同战火蔓延之际，世界各国统一立场。3月19日，英法德意荷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连之前不想沾惹的国家都站出来了。世界同不正是这个意思吗？金乌隐匿白洋中，金乌是中国古代太阳的象征，太阳隐没在大洋之中，一个曾经耀眼的势力消失了。哈梅内伊被斩首之后，伊朗的最高精神权威确实隐匿了，他的儿子穆杰塔巴虽然接班，但已经完全躲在暗处，不敢公开露面，从此不敢称雄长，兵器全销，运以终。经过这场打击，曾经称雄一方的势力彻底衰落，军事气焰消散，国运走到尽头。但方正先生的解读不止于表面，他认为这一项表面说伊朗，实际暗指伊朗背后更大的支持者。这场打击表面针对伊朗，实际是美国对那个大国的战略窒息，伊朗的中东支柱整个垮掉了。那个依靠伊朗牵制美国的大国发现自己的棋子没了，而且全世界都看到了他卖给伊朗的武器和防空系统形同虚设，美以战斗机如入无人之境，还有谁愿意跟他的军工合作？兵器全销，运以终。而李淳风和袁天罡预言的先见之明在于，他们把这场看似与中国毫无关系的中东战争写进了中国的推背图里。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不在中东，而在太平洋，它的最终影响对象不是伊朗，而是中国。如果接受这个解读，接下来的第46项就格外惊悚了。谶语，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语，有义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杀不用刀，不是传统武力冲突，而是某种不见血的方式。经济制裁，政权内部瓦解，社会动荡，还是其他什么？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大多数人不会受害，但有一个特定的人逃不掉。网上的拆字解读让人头皮发麻，一人带弓合成一个夷字，夷的原意有平的意思，夷为平地，化险为夷，都是这个意思。名字里有平字的人是谁？白头翁3个字，白字头上加个翁字又是什么？上下结合，名字里有某个字又和某个字相关的人是谁呢？我不说，你自己想。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金剑埋伏在东门，勇士从后门闯入皇宫，这是在描绘一场宫廷政变式的权力更迭吗？帕克说的中国权力结构不稳定，军方清洗背后的危机，和这一项是不是在说同一件事？接着看第47项，演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金圣叹批注，此项有贤君下士，豪杰来归之兆，铮铮然有无为而治之盛。动荡之后是什么？是演武修文，放下武力回归文化，是紫微星明，真正的领袖降临，是吴王吴地，不再有专制独裁，是来自田间第一人，新领袖出自民间。帕克说中国最终会回归传统文化，经历精神觉醒，走向民主。1400年前的李淳风和今天的帕克看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未来。你觉得这只是巧合吗？那我们再加一个维度，把500年前法国的诺查丹马斯也请出来。诺查丹马斯的诸世纪在西方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推背图，941首预言诗，准确率高得吓人。他的第26首4行诗写道，巨大的蜂群将会升起，
在夜间埋伏。现代解读者认为，蜂群就是无人机群。伊朗战争中，双方大量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嗡嗡作响，夜间飞行。无人机击中杜拜美国领事馆就是在夜间。这画面像不像一群在黑夜中升起的巨大蜜蜂？另一首诗更令人不安。7个月大战，人们因邪恶而死。从2026年2月底算起，7个月后是9月。川普刚在3月底表示正与伊朗新政权谈判，但同时威胁若失败就彻底摧毁伊朗基础设施。这场战争会在7个月内结束吗？还是会拖得更久？诺查丹马斯还写道，当火星在群星间主宰道路，人类鲜血将洒溅圣所，3道火从东方升起，而西方在沉默中失去光芒。火星是古罗马战神，暗示2026年是暴力冲突之年。3道火从东方升起，是不是暗示东方将出现3场危机？最关键的是，诺查丹马斯在1556年与法国王妃对话中提到的预言。他说1999年恐怖大王降临，然后反基督者的战争将持续27年。1999加27等于多少？2026就是今年。按照这个逻辑，2026年是那场27年战争的终结之年，之后会怎样？诺查丹马斯罕见地写下充满希望的诗句：天使人类的子孙，统治我们也保卫和平。他为统治而制止战争，和平永存。这跟推背图第47项的演武修文、紫微星明如出一辙。3个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的预言者，帕克在21世纪的英国，李淳风在7世纪的唐朝，诺查丹马斯在16世纪的法国。他们互不相识，却都指向同一个结论：2026年是巨大的转折点，旧秩序崩塌，新秩序诞生，动荡是惨痛，惨痛之后是新生命。帕克把这称为第2波大觉醒。他说，当前的混乱是推动人类集体意识觉醒的催化剂。2026到2029年是最动荡的4年，北约会削弱，联合国早已形同虚设。到2030年前后，一个全新的国际合作架构将从废墟中诞生一个更务实、更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从各国精疲力竭后的共识中诞生。他预言印度将引领全球精神复兴，而中国在体制崩解的阵痛后，也会重新拥抱5000年传统文化。帕克说了一段让我印象极深的话：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系统被翻转过来。如果这一切发生了，那最终必定是为了好的方向。先追寻灵性觉醒，其他一切会随之而来。一旦我们在灵性上觉醒，就会自然想去帮助他人，就能对整个社会产生正面影响。他还说，我们正在见证困难时代的最后阶段，在这之后，一个更好的时代就要来临。那我们台湾呢？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先说几个现实的事情。美国已经把军事资产从印太调往中东，拦截飞弹库存快速下降，这些原本是防卫台湾准备的。学者指出，伊朗战争持续越久，中国获得的喘息空间越大，但反过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展示了惊人的军事能力，对中国是一种威慑。台湾面临的形势是复杂的、多变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面对古今中外预言同时指向的动荡期，我们该怎么做？第一，物资准备不是玩笑。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直接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油价上涨带动所有物价上升，囤基本生活物资、药品、饮用水都是明智的选择。第二，密切关注台海局势。不管信不信预言，美国军力被中东牵制是客观事实，未来2到4年的安全形势充满不确定。第三，保持资讯敏感度，动荡时期假消息和恐慌大量传播，学会辨别真伪，不被情绪带着走。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帕克反复强调，物质准备固然重要，但精神觉醒才是真正能让我们度过风暴的力量。无论外在世界怎么翻天覆地，内心的平静和善念才是最强大的护盾。历史的车轮在加速转动，伊朗硝烟未散，中东格局已被改写，硝烟背后一场更大的棋局正在展开。帕克看到了，推背图1000年前就写下了，诺查丹马斯500年前也留下了线索，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旧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新的篇章即将翻开。黎明之前总是最黑暗的，但黎明终究会来。问题是，在那个更好的时代到来之前，你准备好了吗？等一下，
我还没讲完。在结束之前，我想花一些时间把帕克过去几年的预言准确度跟大家好好盘点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帕克这个名字以外的深入分析，你们可能会想，灵媒的预言到底可不可信，有没有科学根据？先说结论，没有科学根据。灵媒的预言不是科学，它不可以被实验重现，不符合科学方法论。但这不代表它没有参考价值，因为帕克的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帕克的成名之战是预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去世，他提前好几年就指出女王的健康会在特定时间段急剧恶化，最终辞世。2022年9月8日，女王驾崩。帕克事后被英国多家媒体封为新诺查丹马斯，他还预言了查尔斯国王会被诊断出癌症，这也应验了。2024年2月，白金汉宫宣布查尔斯国王确诊癌症。在政治方面，帕克在2023年底就预言川普会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当时几乎所有民调都显示拜登或哈里斯有更大的胜算。帕克不仅预言川普会赢，还预言他会遭遇暗杀未遂。2024年7月13日，川普在宾州竞选集会上被枪击，子弹擦过他的耳朵。帕克事后表示，他看到的画面就是这样的。在国际局势方面，帕克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提到过一场来自中国的大规模传染病会席卷全球。他在2015年就预言中俄会结盟对抗美国，他预言以色列会对加萨和黎巴嫩的伊朗代理人发动无情打击，这也全部应验了。他预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下台，2025年初特鲁多果然宣布辞职。他甚至预言了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当然，帕克也有预言不准的时候，他曾预言普京会很快去世，但直到目前普京仍然在位。他预言哈里王子和梅根会离婚，这也尚未发生。怀疑论者网站坏灵媒就专门整理了帕克预言落空的清单，指出他很多预言只是改了时间后重新包装，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在关键的大事件上，女王去世、川普当选、川普遇刺、新冠疫情、中俄结盟、以色列打击伊朗代理人，以及现在的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帕克的命中率确实高得离谱。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几乎每一次都提前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就给出了具体的时间窗口。这就是为什么当帕克说2026到2029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的时候，我们不能轻易忽视。再回到推背图，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推背图之所以叫推背图，是因为传说李淳风算得太投入，一路推演未来，停不下来。袁天罡在旁边推了推他的背，说天机不可再泄，于是李淳风才停下。整本书就以最后一项中袁天罡推李淳风背部的画面作为结尾。这本书从第1项到第60项，涵盖了从唐朝到未来的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前面40多项已经全部被历史事件验证，从武则天称帝到安史之乱，从宋朝建立到元朝入侵，从明朝覆灭到清朝兴衰，从辛亥革命到二战结束，从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每一项都有谶语、宋语和图画3重密码，而且事后看来都精准，得令人匪夷所思。而我们现在讨论的第45项到第47项，恰恰处在已验证和未验证的交界地带。第45项如果按照传统解读是二战，那它是已验证的；但如果按照方正先生的新解读，它对应的是2026年的伊朗战争，那它就是一个正在被验证的预言。而紧接其后的第46项和第47项，则是即将到来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帕克、推背图和诺查丹马斯都在指向这个时间点？帕克自己的解释是，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宇宙周期的转换。印度古老的吠陀传统把时间分为4个瑜伽，也就是4个时代。最黑暗的时代叫卡利瑜伽，充满谎言、暴力和道德沦丧。帕克认为，我们正处在卡利瑜伽的末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但在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开始之间，必然有一段极度混乱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间。这个概念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循环不谋而合。推背图最后一项的金圣叹批注就说，一人在前，一人在后，有往无来，无独有偶，以此电图，其寓意
至深远。盖无象之象胜于有象。意思是历史是循环的，旧的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必然来临，这是宇宙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诺查丹马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的预言中最令人恐惧的部分集中在1999到2026年这27年间，但在这之后他写下了少数几首充满希望和光明的诗句，仿佛在说黑暗有尽头，光明在前方。三个截然不同的预言体系，三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却得出了一模一样的结论，这是巧合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面对如此高度一致的预言指向，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是真的，我们也应该认真对待。因为如果它是真的，那么伊朗战争只是开胃菜，接下来的2到4年，世界会经历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的剧烈动荡，旧的国际秩序，旧的政治格局，旧的经济体系都将被重新洗牌。但在动荡的另一边，等待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帕克的建议很简单，他说不要恐惧，要保持希望，物质层面做好准备，精神层面保持觉醒，照顾好身边的人，维持善良的心，因为无论未来发生什么，善良和爱永远是穿越风暴最可靠的指南针。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一口气讲了帕克的预言，推背图的千年谶语，诺查丹马斯的4行诗，以及伊朗战争背后中美博弈的深层逻辑，信息量很大，如果你需要消化一下，完全可以理解，但请记住今天的核心讯息。第一，伊朗战争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帕克和推背图都指向了下一个更大的战场。第二，2026到2029年是全球动荡的高峰期，但动荡是旧秩序瓦解的惨痛，不是文明的终结。第三，在所有预言的尽头，无论是帕克、李淳风还是诺查丹马斯，他们都看到了光明。演武修文，紫微星明，天使降临，和平永存，黑暗有尽头。所以囤好物资，保持清醒，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然后等待黎明。黎明终究会来。我知道有些观众可能会说，你讲了这么多预言，但预言毕竟是预言，它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情报分析。我完全理解这种质疑，所以接下来我想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也就是从现实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分析的角度来验证这些预言到底有没有道理。先说伊朗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冲击。2026年第一季度，光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半封锁常态化，就已经让全球能源市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有学者指出，真正的危机不是海峡完全封锁，而是这种半封锁的常态化。企业无法预测下个月的运费和保险成本，贸易合约失去了稳定性，跨国投资开始从中东地区撤退。同时，曼德海峡也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当全球2条最重要的能源咽喉同时出问题的时候，受影响的不只是石油价格，而是整个全球供应链的信心基础。对台湾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台湾 98% 的能源依赖进口，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台湾的能源安全将面临严峻考验。有人做过测算，如果海峡完全封锁，台湾的石油储备大概只能撑90天左右。当然，目前海峡并未完全封锁，但油价上涨带来的连锁效应已经开始影响台湾的物价和制造业成本。再说中国的角色，从军事分析的角度来看，伊朗战争确实在消耗美国的军事资源。美军目前在中东部署了至少2个航母战斗群，还有大量的空中加油机、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每一架战机出动都需要消耗弹药和零件，每一次拦截伊朗飞弹都在减少美军的库存。美国的军工产业虽然强大，但生产速度跟不上消耗速度，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先进的拦截飞弹，比如标准3型和爱国者导弹，生产周期长达2到3年，现在消耗掉的库存短期内无法补充。这些拦截飞弹原本是为了应对太平洋方向的威胁而准备的，也就是说，每一枚在中东消耗掉的拦截飞弹都是少了一枚保卫台湾和日本的拦截飞弹。美国国会已经有议员公开质疑，为什么要把防卫印太的武器拿去打伊朗？但川普政府显然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帕克说的伊朗只是序章，
真正的风暴眼在中国就不再只是灵媒的玄学了，它背后有非常现实的军事逻辑支撑。美国打伊朗的同时，确实在削弱自己在太平洋的防御能力，而中国确实有可能利用这个窗口期加速军事准备。推背图把伊朗战争和中国的命运写在相邻的两项中，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完全合理。再来看经济面，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是众所周知的，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危机、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外资撤离、出口下滑。伊朗战争又让中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和能源来源。伊朗的石油占中国原油进口的 10% 到 15%， 而且由于美国制裁，这些石油几乎全部以折扣价卖给中国。如果伊朗政权真的更迭，新政府很可能转向亲西方，中国就失去了这个廉价能源来源。帕克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会在2026年引发政治动荡。从纯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这并非不可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威权体制崩解，背后几乎都有经济危机作为导火线。苏联解体之前是经济停滞，阿拉伯之春之前是物价飞涨，伊朗这次的大规模抗议导火线也是经济困境。如果中国的经济恶化到一定程度，社会不稳定因素累积到临界点，推背图第46项所描绘的那种巨变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好啦，说了这么多现实分析，让我们回到预言本身。有一件事我觉得特别值得深思，就是帕克、推背图和诺查丹马斯。他们三个虽然对动荡期的描述各有不同，但在结局的描述上却出奇的一致，他们都看到了光明。帕克说，这是第二波大觉醒的开始，人类将经历一场深刻的精神蜕变。推背图第47项说，演武修文，紫微星明，一个来自民间的贤明领袖将开创无为而治的盛世。诺查丹马斯说，天使的后裔将降临人间，制止战争，带来永恒的和平。这三个预言者来自三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使用三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却得出了如此一致的结论。这让我想起一个比喻，想象你站在一座高山的三个不同方向，从东边看到的山和从西边看到的山形状不同，但它们是同一座山。也许帕克、李淳风和诺查丹马斯就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同一个未来。如果这个未来是真的，那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历史最关键的转折点上。伊朗战争只是这个转折的第一幕，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巨变要发生，但所有的巨变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那就是旧秩序的终结和新秩序的诞生。帕克说过一句话，我想用来作为今天的结尾。他说，成为你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那个改变。如果足够多的人这样做，我们就能达到一个临界点，先追寻天国，其他一切自会随之而来。这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但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年份听起来格外有力量。也许我们无法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走向，也许我们无法阻止战争和动荡的发生，但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选择保持善良，保持清醒，保持希望，因为无论未来发生什么，这些品质永远不会过时。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真的很长，从伊朗战争的硝烟到帕克的灵视，从推背图的千年谶语到诺查丹马斯的四行诗，从中美博弈的深层逻辑到人类文明的宇宙周期。如果你能看到这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记住3件事：囤物资、保清醒、等黎明。